3、2、1，我们是真的菜，我们是小猪宿舍2/4。我就想他怎么知道我是艺人？我当时没睡醒，要不然因为早上。啊，这个有特写吗？要。再来一遍。可以。要。四喜。其实想插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各位好像最近应该都是发的新歌，每个人都发了新歌，有的是可能是自己的第一支单曲，有的可能以前有过好几支，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自己作词作曲或者参与。我想，这个在做这个单曲过程中，你们自己这次的这个单曲自己有参与多少？参与的多吗？这个其中有没有什么点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正好有话说。我不会写，我不会作词作曲。对，但是你可以说，我就说你可以。我不会作词作曲，但是这首歌我有参与。找了指导老师来就帮我，他就是我一句一句的，就是我不会作曲，但是我就自己哼那个调调，然后哼出来，然后告诉他，然后他就说可以或者不行，然后或者要怎么改，然后词也是就写出来给他看，不行然后再改，我是这样子来弄，因为我不会这些。对，所以你这其实也就算最后就在写歌，对，就在写歌。然后有一次我写出来一段，我很兴奋，就一长段，我觉得哇好好听，然后我就发给我老师，老师说这个在专业领域上来说就是音乐裁缝。他说你把所有的那种就是流行歌曲就一段一段的把它拼接好了。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又撤回去重写了，直到我发歌的前天晚上我还在改，然后就是录歌的前天晚上还在改。很有，因为第一首歌。对，这是你是第一首歌。对。你呢？这次的这个做歌的过程？我这首歌叫《梦岛》，然后呢，写的是一个追梦的过程，是把我这6年的经历就是归总吧，然后主要是表达就是在追梦的过程中，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只盯结果，不要以为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但是其实当你不管这个结果有没有够到，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其实你已经变得越来越优秀。没错。对，其实我就是在这首歌也不是我第一首歌，但是这首歌自己精心拍了一个 MV，然后在里面会有很多我的这6年来的经历，对，就特别有意义，觉得。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对，就是一个这6年的总结吧，对。那对你自己来说，对。会飘流曲。因为我这首歌可能是一张 EP 嘛，然后叫梦连体，然后里面可能会有第2首、第3首，也是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对，我已经发了很多歌了，但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发的歌不够，然后在准备巡演，然后也是因为疫情原因，然后一直在推，然后现在推到了9月30号才开始第1场，然后订了4场，然后第1场我在广州。对，当时正好广州就突然间那个对，然后也是就是因为要巡演要唱满12首歌，然后一直在发歌，其实这样的频率是，其实我感觉是不太好，但是还是为了让大家能听到。但我觉得也是逼自己一下，也许对。所以第一首歌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叫做《年少的欢喜》。这首歌它当时在当时我是就是当时公司给我们一批 demo， 大概100多首，我要全部听完，然后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首。我在100多首里面选了这一首，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感觉它很青春，然后它又很符合大众，然后大家可以朗朗上口，一下就可以就是映入耳帘吧。然后我第一次去棚里面录歌，会唱和声，然后加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加了水滴音，就刚刚那个。就是这么加的吗？这个加到里面了。对，然后如果就是其实有些粉丝可能知道我会这个的，大家就会注意到那个，然后会把自己的心思告诉老师。然后第1段的主歌也是我把它，因为我感觉第1段主歌有一些让我不太喜欢嘛，然后我就改掉了，我用自己的方式去又改了词，改了旋律。对。其实这些过程也是就是很快乐的。对，最后出来的创意加进去。对，出来的成品就感觉很自豪吧。对。玉泰是上个月发的吧，而且是一个合作曲是吧？对，是。我听了。这次我发的歌是，的原版是日文的，然后句子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我就是调整自己。
哦，这是你自己完成的。对，哦，对，然后这个有难度。还没有习惯写中文字，但是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好。这也已经上线了，大家都可以去听一听他们4个人的这个新歌啊。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出道之后嘛，然后身份还是有转变的啊。就是这个转变之后，你们跟之前的朋友和之后又交了新的朋友，然后这种联系啊，或者这种转变的频率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感觉？之前的朋友会因为你们艺人的身份有疏远吗？转变好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们，他们对我就很害怕，就是我就这几次回温州，就叫他们出来玩。以前就我本来朋友就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本来不喜欢交朋友，真心朋友就是1、2个吧，然后就叫别人出来打球嘛，就是我朋友分得很清，就是什么朋友都是什么朋友，我叫那群打球的朋友出来啊，以前他们都是走一起去，现在过去就是现在我叫他们出来打球，他们就是好，我一定出来。以前会拒绝，现在绝对不会拒绝，就是不管多远，他都会跑回来见我一面。我的朋友还好，我的朋友都是那种比较，也性格比较直爽的那种，所以他们对这种东西就感觉还好。就是经常就是比如说出门啊，我说那我要打扮一下，我要可能稍微收拾一下，说你拽个屁啊，说你出去谁认识你啊？说胡是你最好的保护色。我说我说你在说什么？但是就是往往就是他面对你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外面因为之前也发生过那种。就可能朋友圈就有人说什么的 idol 啊怎么样，他就会在评论上跟人吵架，因为你对就会其实人家也没有指名道姓就说什么，只是就是一个就是泛泛的谈了一下，对泛泛谈了一下，他们就会为了我在下面跟人吵架，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朋友。确实另一种感觉啊。那你们现在是和以前的朋友玩的多，还是说和职场之后的朋友玩的认识的朋友玩的比较多？小鱼呢？还有以前的？你俩应该是还有以前的。What？ 有啦，就是我是比较看淡这些事情的，因为之前有经历过，然后其实你故意想要去拉近距离，反而会觉得很陌生。对，其实大家可能，而且慢慢的走了，圈子不一样了，然后可能话题少了。其实虽然很难受啊，但是你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但是这一次可能又新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之前玩的其实好的也就那几个，所以就还是会聚在一起玩。就我觉得每个阶段肯定你会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可能有些朋友就跟你走得越来越开了，就是不是因为你们2个想走开，而是你们的生活或者你们的工作慢慢的走得越来越开。就是要顺其自然的事情。对，交朋友也是。应该跟姐姐一样，姐姐之前的朋友还在吗？其实之前的朋友少数还在。少数在，主要是其实人也不需要那么多非常好的朋友，对，其实几个其实就够了，我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现在是，以后不一定。现在在中国有交到很好的朋友。都是。你好，都是艺人。扎心特，你都是艺人。没问题，可以开吃了对吧？吃吧，吃这个蛋糕哎，是吧？那我们其实还准备了一个彩蛋吧。我真不能吃。对，我们准备了一个彩蛋，就是一个反问环节，就是刚才我们问你们，你们可以问我们，你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报仇环节。像现在我们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就是及时的，对吧？火起来。多来参加我的节目啊。不是我说一个，我觉得那个其实你可能也已经在做了。我觉得运营好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的平台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但是这个平衡又很难把握，因为你比如说你天天更新，然后拍段子，拍什么小手势舞什么的，拍的特别多，你又会失去对大家的一个吸引力，或者是所谓的一个神秘感。然后你再发的作品可能就没有人当回事儿了。但是你如果不发呢？你很容易大家就忘记了你，或者不知道你在干嘛。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弄好啊。自媒体。对，我觉得就是当然基础的东西都要做，但是不要心急，我觉得很重要。就心态上，就是你还是要尽量选你
真正想去，假如你是去拍戏，假如你想去做一个作品，你去挑选你真正想合作的人，有的时候忍得住啊，延迟满足啊，可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当你在追梦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没有经济实力支撑你往下走，你该怎么办？对，这真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我之前困扰过这个问题，非常困扰。当艺人很费钱。对，就是可能在大家的认知里，好像他们好像能挣很多钱，其实并没有，因为很多东西是需要成本的。其实真正到我们手上，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观。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费很多东西，包括我们之前可能还没有什么热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非常难的。就可能你吃饭，其实吃饭正常吃饭还是可以的，但是只是可能跟一个上班族的工资差不多。但是那个时候，比如说你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呢？其实我当时是一开始是我真的为五斗米折过腰。对，我甚至想要自己要去当服务员，就为了支撑我这个行业。然后我当时最长的一个记录就是我吃了1个月的泡面，我3餐都是泡面，吃了整整1个月，我想吐了。我现在看到饭都怕。我觉得确实，包括偶像啊，包括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这有一方面是不能说是面子吧，其实他工作的本身的一部分的这个支出是要正常的工作都要多。比如说我们就买衣服，就是时装编辑所谓买衣服，你其实会有的时候都会有点力不从心，就是赚的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出门的这个装备又要足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对，因为让别人就是至少要看到你的专业性，怎么对于品牌了解，可能很多就是这种东西你说不出口。但是你真正遇到的时候，你该怎么去面对它？就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但是你面对过来了。就是我是强撑的。对。就是想着说，我既然不能吃这碗面，那我就吃这个菜。就是一点点的减，就是节流。所以我觉得你是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而给了我们答案。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比可能我们正常人面对到的职场问题非常不一样，就普通人可能面对不太了这个问题，因为你缩减的那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完全有的时候可以缩减掉的那一部分，然后但是对你们来说其实是必要的那一部分，所以你所做出的忍受可能要比正常在职场中要更多，但是当你度过去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当你下次再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本质上真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可能他说起来有一点虚，它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我可能教你去用什么样的渠道去做一个斜杠青年吧，去赚钱，因为那个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通过跟你聊天，我觉得你的最终目标是非常清楚的，觉得自己就是要做这行，就是要属于舞台的，最后就是要在8万人的体育场去开演唱会的。那中间的这些你有可能排除困难的能力，有可能要比一般人强，真的是这样。好吗？还有吗？我的问题跟他一样哎。我现在还没发工资，我找公司申请了每个月的工资，还有5险1金。这个算。我觉得这个还蛮实在的。你就说一下实际情况嘛。啊？3层魅力的啊。对，还是会扣了。这简单。好了，那菲萨有没有这种问题？没有也没关系啊。我也有。我怎么说？做这个活动，你经常有今天自己的表现不好，然后最近自己的状态也不好，然后是没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有的话，怎么解决这样的不好的心情？喝酒吧。你只是实在的建议。这个建议我有。不是，你指的是说解决这种不好的心情的办法是吗？还是结果应该不能变了。对，心情会很不好。其实说实话，我之前也困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第一问题就是我不在意，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你就算心情不好也没有用。那怎么才能把它下一次变得更好？是你要去想的问题。对，对你下次不要让自己出现这样的错误，尽量避免，才是有效的。对，喝一杯忘记它。对，然后就是好好睡，该嗨去。对，玩完之后明天继续工作。就好。因为每个人每天其实都在运动，你就想所有人
每天都在遇见这种问题。每个人其实可能都比你还烦。就是好。你在给自己过生日吗？你戏可真多哎。没有。非常欢迎啊！非常欢迎所长和4位，然后颜值都很高的小哥哥来到我们时装下午茶。然后也希望呢，以后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啊，希望大家可以来拍我们杂志啊，然后上我们节目啊，好吗？然后一起喝下午茶。好的，好的，感谢所长。担负了我们最多的主持工作。好，所长说结束以后啊，那个我就，加油吧，谢谢，加油吧。